在湘西的大山当中有一个村落，至今不通公路，它是在一个山顶上面，想要到达非常不容易，必须呢徒步进去，并且还是一路攀爬大山才能到达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湖南湘西的吉首市。今天要看的这个村落是湘西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。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要过去的话，徒步得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可能还不止啊，因为要一路爬山，我能不能到达，我现在都不知道。那这个村落，我反正看资料来讲，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去过最难到达的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，因为确实是非常远，飞无人机从起点都要飞将近2分钟才能到达。通过航拍的一镜到底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要到达这个古村落确实是挺远的。航拍的直线距离大概是1公里，那么通过爬山拐弯，起码是2公里以上，而且呢是从底下一直攀爬上去。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个村落房屋还是挺多的，不过呢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房屋。我们现在是导航的这个村子里面。想要去看那个不通公路的村落，是在旁边的山顶。这个村落有很多老房子，还有人居住呢。这个村落的环境是非常好啊，我们经常说的小桥流水人家，在这里是看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河里面还有人钓鱼呢。找到路口了，开始攀爬。现在是水泥路，可能好走一点，以前肯定不是啊，可能就近20年左右修的吧。我们再来这个上面看一下这个村落，这里呢是叫做排乃村。我们如果要去看那个没有通公路的村落，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这个村落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这个村落还是有很多老房屋的，面积还挺大。当然现在肯定是新房屋占多数了，因为条件好了，大家肯定都会建新的房屋用来居住嘛。不通公路的村落还是有人居住的，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。一路攀爬山过去，现在是有水泥路好走，以前要不是泥土路，要不是弄了一些石头，肯定是没那么好走了。可能爬了10来分钟，这里有个平台，也算是一个观景平台，一是可以休息，二呢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看下面的村落。这个村落据说现在大概是有50、60户人家，真的是依山傍水啊。村子的前面就是河流，后面呢就是山。大家如果来这里的话，直接导航排乃村，车就停在那个路口就行了，不要走到里面了，那是没地方停车的。这里呢离矮寨大桥可能就20来公里吧，从国道拐进来大概是10公里，都是那种小路乡道。在这里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他是住在山脚下面那个村子里面，他是来这边闲逛的，可能是往上走一下。我们现在继续走了。说真的，如果不是有这条道路，或者有人说在这样尽头还有个村落，真的是不敢相信呢。这完全是在森林当中啊。其实不通公路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的，你像湖北恩施、陆源平
经常有人会说那里是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，是在一个天坑里面。其实不是的，在很多地方都有那个不通公路的村落。今天我们看到，等一下看到的就是。那在贵州还有一些。叔，是往前走吧？啊，往前走。你这个是在弄啥？给我吃的。弄吃的。哦，这种是吧？哎呦，好久没吃了。这个叫什么？有点像那个，像樱桃一样。这个是叫什么？我一下忘记了。这个挺好吃的，野果。哇，这里好多啊！说真的，农村的好东西真的是太多了。我在中间休息了一下，这位大叔又走到我前面来了。他说这个水泥路大概修了10多年了，这条道路他也是经常走的，因为他们很多农田是在这个山上面。那以前你们收的稻谷挑下去的，那很累啊。这个上面摩托车也上不来吧？有没有路？摩托车上不来，就必须只能走。哎，一开始我还叫他叔，结果后面得知他的年龄啊，得叫爷爷了，因为他已经78岁了，真的看不出来。农村还是比较舒服，空气好。他算是来上面闲逛一下，反正他的身体挺硬朗的。刚才从下面爬上来，我还休息了2次，而他呢走得比较快，都算是走到我前面来了。没有，那是什么？糯米菜嘛。在路上碰到一些野菜，他还会跟我说一下。你像这个叫糯米菜，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。不过也证明大山里面好东西是太多了。就像刚才在下面那一点，他吃的那个野果，很多人也没吃过啊。我现在算是走了一半，在这个下面呢，还有很多农田，这可能也是这个村子里面人开垦的。他们喝的水啊，就是这个山脚下面引出来的，一直延伸到底下那个村落。这位爷爷也一直在前面，他今天主要是来这边逛一逛的，因为他是住在下面村子里面。真的好累呀！我已经走了1个小时了，估计到达那个地方得2个小时。现在是非常炎热，应该说是很闷热。我现在是真的不习惯南方啊，因为在北方待久了，北方35、6度都不怕，而南方到了30度就有点难受了。现在这一块好走了，走在这一块有点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山洞人家呀，在贵州有一些地方，或者是在利川一些地方，如果这洞穴比较深的话，以前也是有人居住的。还没到，我都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啊！现在等于是一直绕着悬崖行走，在这里就看得清楚一点了。这个非常深呢，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这个路不是修成水泥，感觉就像是在原始森林大峡谷里面穿梭一样。在路上碰到一位住在山顶的大哥，还有多远呢？没有多远。现在里面有多少户人家？有，现在没有好多人家了。10来个人有吧？有七八户。这大哥袋子里面是竹笋，由于他赶时间，我们就没多聊。他是要把这些挑出去。那么这个村落运送东西基本上就是靠肩扛了。在云南那些地方有马有骡子，这个地方估计没有啊。挑这些东西还是挺辛苦的。这里加了一些栏杆，就证明这个地方更危险。这里呢有2层洞穴，这里有，下面也有，等于这个就是屋顶，也是道路。哇，上面有石头掉了下来，这些地方石头挺脆弱的，这都是后面人们开凿出来的，以前肯定是没有这么好走。哇！到了这里又得攀爬了。这等于像栈道一样，
我是在远处那个地方走过来的，沿着这个崖壁行走，下面就是一个峡谷，是不是挺远的？周边全是大山呢。这里完全是在这个山体当中有一个裂缝，弄了一条道路出来，弄了一个之字形，这样绕上去。那位爷爷在这里又碰到了，爬上来有点吓到我，还看不到，应该是在这个山顶上面，还有好远呢，真的是无法想象啊！我刚才以为爬完那一块应该差不多到了，没想到还有好远。2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，前方已经能看到房屋了。我在这里看那些房屋是比较传统的，墙壁是黄泥土，然后盖着瓦片。这个跟我们在湘西其他地方，应该说梁登村看到的很相像啊。那么在这种大山里面的房屋，肯定是这种传统的了，因为这个地方你要运砖、运水泥，基本上是运送不进来的，得靠人挑，肯定是不现实了。你靠马匹运送，也运送不了多少。再说这附近可能也没有马匹，那自然而然这些房屋呢就比较传统。可能大家也会问呢，那这些瓦片和这些黄泥土是怎么解决的呢？这个就是就地取材，黄泥土这个山上里面有，然后这些瓦呢，肯定也就是在这附近烧的，然后在这山顶上面盖房屋，真的是比较遥远呐。我现在能听到上面有人说话，就证明应该还是有人居住的。也真的算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啊，2个多小时才到达这个地方。刚刚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，村子里面呢还有几个人在种地。等一下，如果我走过去，他们还在种地的话，找他们聊一聊。这个村落的位置挺好的，它是在山顶，周边呢被几座山峰包围着，旁边呢又有点像是悬崖。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风水挺好。终于到了，在这里听到好多鸡在叫，鸡犬相闻，世外桃源，自己养鸡养鸭嘛。一过来就看到是一些菜园子，以前可能是农田吧。那这些竹子应该就是前面要搭起来的，感觉是弄豆角一些吧，或者是那些丝瓜。这边的房子真的是非常传统啊，大部分都是黄泥土和那种木头弄成的。特别前方这一栋可以看到，它下面这个基座好高，全是用石头垫起来的。这个是
什么呀？我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菜，这已经长上来了。看房屋的话，也有20来栋吧。不过呢，我在路上碰到了几位村民，说这里居住的人现在不多，可能就10来个人，而且都是中老年人，肯定是如此啊。年轻人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能待很长时间的，都要出去上班嘛。这又是传统的房屋，下面用石头，上面是黄泥土，这个都是压实的，就像我们说的夯土一样。下面用石头主要是为了防潮嘛，因为这个毕竟属于南方，还是很潮湿的。这就是大山里面，你看这个房屋应该是没有住人了，这个门都是用竹子弄成的。估计人都搬走了。看看里面，还能看到毛巾，这我感觉是不是过年有人回来居住啊？这栋房屋应该是从这里下去的。这种夯土结构的房屋现在是不是非常少见呢？感觉苗寨这边还是有一点的，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地方了。这栋也是非常传统的，锁住了。看前面的这个草很多，应该是没人住了，或者是可能出去上班了。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苗寨，叫做麻沟坡。这边的房屋也是依照山体来建的，一层一层上去。像这样原生态的村落、传统的村落，真的是比较少了，因为基本上的村落都有公路嘛。那有公路的话，自然而然就很多水泥啊、砖这些房屋。啊，这里看到一栋翻新过的，木头翻新过的。反正我猜想这些房屋可能都有100来年的历史。以前前面可能也是木头和黄泥土，后面翻新了一下。没人在里面，我就不进去了。那边有人在种地，我看看怎么过去。这个房屋没人住，已经倒塌了。房屋就是这样的，长期不住人，很容易倒塌。刚才通过航拍，也是看到有人在耕地的。这些种植的应该都是玉米。村子里面道路都是这样的石板路，全是石头啊！因为这些地方砖运不进来，只能靠石头啊、黄泥土这些来弄，算是就地取材吧。前方有一位奶奶在施肥，我喊了几声，她没有听到。这座房屋你看，也是很破烂的。在这里看到一些泉水，当地村民可能就是喝这个水吧。哇，非常清澈啊！在这个上面稍微看一下这个村落，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房屋啊。没人住的可能就倒掉了。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他们背篓，经常用这个东西背的。赶集也是用这个，因为这里出去的话没办法，只能靠这种背的。在这里碰到一对夫妻在种地，他们脚下种植的是玉米。听他们介绍，从开始种植到收割，他们总共是要翻3遍土，这是第2遍。第1遍是种植的时候，另外1遍呢，可能还要隔1个月。这位大叔在这里差不多是生活了1辈子，
因为他是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在这边成家的。他介绍说，这个村子历史还是挺悠久的，可能大概是200年，因为村子里面有一栋房屋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最多的时候，这里大概是40来户人家，有100多口人。在这个村子里面，以前还有一所小学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个村子里面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大部分人都是出去上班了，常住人口在这个地方可能就大概10来个人，而且都是中老年人。基本上呢，在这里生活是种植一些玉米、稻谷等等。确实，在这些地方种粮食非常不容易啊，从种植到把粮食收进来，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前方听说能看到矮寨大桥，去看一下。然后这里也有几个人在种地，刚才通过航拍也看到了。矮寨大桥在那一块，可能有20来公里吧。我是从下面那条道路绕进来的。如果这条道路往外开大概10公里，就到了国道，一直可以去矮寨大桥。这种的都是玉米吧？这个是玉米的。哦，你们这边属于苗寨吗？对。哦，爬过来累死我了，走了2个小时。你爬了多久？爬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。这当地人走上来也要走1个多小时，确实是挺辛苦的。特别是前面那位大叔说，他有时候啊也要花2个多小时，是他去赶集买一些东西，比方说肥料，他要背进来，他就比较吃力，他可能就要走2个多小时。我们刚才走上来，基本是在爬山，通过航拍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全是这样的小的道路，一直延伸下去。你要背东西进来是比较累的，基本上是走走停停，而且路途非常遥远，想要把东西运送进来，确实是挺困难。如果是背肥料，弄不好都要3个小时。基本上就是靠人力了，其他的交通工具是没有的。这种的都是玉米啊，都在翻地。你说要翻这些也不容易啊，主要是要翻3次。他们也背篓过来，装的是些肥料。刚才那位叔说，他们的肥料都是自己从外面背进来的，可能也是用这种篓背进来的。去这一户人家看看。刚才那2位大叔说，这一块呢，以前是有人住，现在他们搬到城里去了。这一户人家，这个房屋我感觉是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建的吧。那个时候他们家里条件应该还可以，才能建起这样的房屋。你看，其他的都是黄泥土的。这个是厨房，很久没人住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它这里有一点呢，弄了一个石磨，很有可能他们家以前卖豆腐啊。然后这里用石头垫了一个东西，就防潮嘛，上面是木头，还有传统的那些碗柜，很少见吧。农村的土灶做饭还是挺好吃的。中间是堂屋了，这里放了一个风筝。在这边苗寨的房屋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堂屋旁边他会弄一个火塘，他们有时候会在这里做饭吃，冬天呢也会在这里烤火。可能很多人没见过啊，在这个上面呢，以前他们还会吊一些腊肉在这里熏这个火塘。因为我走了这么多地方，我是知道啊，在贵州还有湘西这边是比较常见的，包括土家族都有。出来就是田地，看远处风景还是不错啊。上面那栋应该也是没人居住的，它里面的布局都一样，我们就不去看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偏僻的村落，有路灯，有变压器，还有信号塔。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基建，
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有水有电。你像这些管道，就是基本上送到每一户人家，就是供自来水嘛。继续往前走，现在我是看到了6个大人，1个小孩，其中有一个大人呢，他也是从外面进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5个人是在这里面居住的，2对夫妻加一个奶奶。可能大家走过很多古村落啊，但是像这样的村落，见的人应该是比较少的。你上来玩啊？对，我进来玩，来看看呢。你住哪里啊？住这里啊。就住这里啊？哦，拍视频啊？对，拍点小视频。刚才那位阿姨不是常住在这里，她是碰到假期就回来看一下。她是在吉首那里面带小孩。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墙壁，这边是黄泥土，看看这一边泥土和竹子混搭起来了，这都是非常传统的房屋啊。这一边都倒塌了，都是没人居住的。这门口都种了一些玉米。他们房屋的内部结构都是一样的，一边是厨房，一边是火塘，火塘也可以加上卧室，就这些，都一个样。他们的房屋的面积还是挺大的。这里也锁住了，前方也锁住了。大部分还是用木头做饭吃，烧柴火嘛。哦，这是我在这个寨子里面逛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看到的一对夫妻2个人。特别是这位奶奶穿的那个服装，应该是苗族的那个服装。由于他们说的话我有点听不懂，就没交流什么。算起来现在是看到8个人了。那到这里，这个村落我们就差不多逛完了。100多人的村子，现在就剩下10个人在此居住，这也很正常啊。主要是年轻人都出去上班了，然后很多人呢也搬走了，那就剩下这样一个村落。这里呢称之为原生态的村落，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，全部是木头和黄泥土组合而成的房屋，这就是原生态，没有开发。这里呢现在可以称之为世外桃源。很多人呢在城市里面待久了，或者说不愿意在城市里面待，就喜欢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来进行隐居，来生活。我们在很多视频看到有一些人改造小院呢，特别是太阳山里面，很多人就改造。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人来改造啊？因为确实是不方便。你主要是想要运送点东西进来，完全是靠人工挑进来，那就很难了。你像如果弄一包水泥进来，往返的话差不多要3个小时，一天呢也就搞2趟，那你搞到猴年马月呢？这里我们现在称之为世外桃源原生态，那么以前呢也可以称之为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。那现在按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，这个村落呢也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村落，因为再过可能10年20年，这里呢真的可能就没有人居住，应该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了。我们现在在里面逛的话，有一些房屋已经倒塌的比较严重了。我们之前看的一些村落变成无人村，估计呢也是这个过程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